在南美洲最干旱的地区，有一个地方隐藏着一片翠绿的绿洲，它的名称是瓦卡奇纳，一个在秘鲁南部的极小村庄。这里距离西边的 Paracas 太平洋海岸约1小时的车程，位于秘鲁的伊卡地区。如果从首都利马过来的话，搭车则是约4小时的车程，大约是300公里。它被誉为美洲绿洲，是南美洲唯一的天然绿洲。从远处看，它就像在沙漠中的绿色宝石，与周围沙漠地形有着鲜明的对比。中心是一个小型的天然湖泊，被巨大的沙丘环绕，湖水呈现出迷人的祖母绿。瓦卡奇纳本身是一个非常小的村庄，在我抵达绿洲后，市区大部分地方都可以在10分钟内轻松地步行抵达，所以基本上在绿洲周围只有嘟嘟车会比较多。瓦卡奇纳湖是这里绿洲的市中心，湖边有多家餐馆和咖啡厅。我沿着湖畔漫步，感觉放松心灵。这里也可以在湖上租借小船，享受悠闲的划船时光，从不同角度欣赏绿洲的全貌。瓦卡奇纳的词源来自于克丘雅语，这是秘鲁原住民会使用的语言。村庄的名称与当地流传的一个古老传说密切相关。根据传说，有一位公主在绿洲沐浴的时候，被一位狩猎者惊扰，她慌忙地逃离，只留下了她的镜子。那个镜子化作了湖泊，而她奔跑时飘落的披风，则变成了周围连绵不绝的沙丘。公主本人则变成了一条美人鱼，至今仍在湖中生活。当地人相信，在某些特定的夜晚，当月亮出来时，人们仍能听到她的歌声从湖中传来。离开湖边的市区后，大概走路个10分钟，就能抵达到4驱越野车的沙丘集合地。当地称这个活动为 Arenas。进入外围的保护区需要入场费约1美元。瓦卡奇纳里面没有什么传统意义上的景点。在1990年代初期，随着极限运动的普及，这里开始可以做一些独特的体验式活动，其中一种是沙漠越野车。坐上沙漠越野车，在沙丘上上下下的疾驰，司机会带你冲上高达30米的沙丘顶部，再俯冲而下。在这里，可以感受到肾上腺素飙升的刺激与快感。这里当地人最推荐的行程是从沙丘边缘观看令人惊叹的日落。跟我一样走到村庄周围，就能爬上一个沙丘的制高点。爬上去需要有一些体力，大约是45分到1小时间就能抵达到一处制高点。上去其实有点累，因为在沙漠上不是这么好行走。上去的路上，你能看到周围的沙丘，这些沙尘来自安第斯山脉。它们不是静止不动的，会不断变化形状和位置。沙丘可高达数百米，经过数千年的积累风化后，堆积而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景色。这里细沙飞翔，建议可以备个口罩或是多功能围巾面罩。也要留意的是，如果你有带相机的话，需要替它做一些防护。沙漠的风很大，当你拍照或拿在手上的时候，细沙子会容易进入你的相机或是镜头里面，尽量不要拿在手上，要拍照时再取出就好，或是帮它做好防护的措施。到达制高点的时候，看到了许多人，跟我一样爬了上去，打算欣赏日落。随着傍晚时间到达，越来越多人爬上来等待，看着广无边际的沙漠，大家兴奋地拍照摄影。相信对于上来的每一个人或是伴侣，这都是一个浪漫的时刻。
在我的身旁，则是有一只在住宿一起过来的小黑，陪伴着我。在等待的同时，有一个旅游团上来体验沙板运动，这是另一个热门的当地沙丘活动。这个活动源自于滑雪运动，开始在沙漠地区盛行。不管你是初学者还是经验丰富的滑板爱好者，导游都会教导如何安全地从沙丘上滑下，可以选择趴着滑行，或尝试用站立的方式滑下去。当傍晚正式到来的时刻，太阳缓缓地沉入沙漠西边的地平线，开始将广袤无垠的沙丘染成好几种颜色，一片的金黄、橙红，最后到深紫色的日落，美不胜收。眼前的景色真的美到令人难以置信。在这一刻，在我的灵魂留上永远珍惜的回忆。刚刚从沙丘爬上来的时候，所流下来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值得的。我待在这里几乎到天黑才下去。下去的时候，可以边走边欣赏晚上的瓦卡奇纳市区小镇灯火通明的美丽夜景。最后，这里除了沙漠活动，建议可以参观皮斯科酿酒厂之旅。该地区是秘鲁果酒的产区，距离皮斯科或是附近的知名酒厂都不会太远。你可以了解它的生产过程，探索它的不同风味，还可以品尝它的一些最好的品种。对于那些喜爱品酒的人，来这里品尝最优质的皮斯科酒，并观看其生产过程，是一个不能错过的体验。好了，这期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您觉得这部影片还有意思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让更多人看到影片。我们下次再见。